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，人生必有吃，而后有成。速食时代，星河浩瀚，快感短暂。明星从起明星沦为流星，舞台灯开了又关，每天都有人在上下台。红的仓促，自然也就凉的轻易。然而，从2019爆红至今的王一博，却独树一帜，不仅打破了夏日限定魔咒，更颠覆了廉价的追星观。拒绝与世浮沉，在名利场中活出佛系姿态。他就像不合时宜的理想乌托邦，拥有坚不可摧的坦荡气场。在那气场面前，厚黑自惭形秽，虚伪无地自容。01因为自洽，所以无感不念过往，不畏将来。数字不会说谎。13岁签约，17岁出道，21岁爆红。哪里是什么踩对节奏，侥幸上位的明星，分明是台下10年功，台上1分钟的传统艺人。当然，也是时代青睐，撒着欢奔涌的后浪，才能终结沙滩上的前浪。是时代气数，也是奋斗因果。但有人说他不配代言人均凡人的后浪，继而划清界限，给他标签流量。好似如此就化解了优秀的人比你好看，比你年轻，甚至还比你努力的尴尬。是啊，如果王一博不是异端，那必然动摇成功学，以致令人怀疑普世的标准答案。拒绝承认王一博的人，往往只是因为不允许没有标准答案。他们害怕面对为什么和后来呢？因为他们也问不出为什么和后来呢。事实上，不自洽的人才过于在意他人评价。取悦他人是人的社会性本能，但为他人期望而自我压缩的人，很容易被外界的声音侵蚀。通过他人求证自我价值，评级他人认可自我意义，他们取悦世界，却唯独不取悦自己，活得不真实，不痛快。没有哪种批判比自我批判更强烈，也没有哪个法官比我们自己更严苛。将目光拼命聚焦在自我证明上，而不是关注自我本身，所以不自洽的人往往拥有极端脆弱的高自尊。他接受不了任何负面评价，仿佛一旦承认，自己就一无是处。这种心态下，将别人的成功当作自己的失败，让人把精力折在内耗上，变得狭隘而僵固。互联网戾气里至少有一半来源于此，落在讨伐上就很容易变成无差别 diss。 所以 diss 王一博成了政治正确，与其说是妒忌，莫如说是输不起。成人世界里，没有谁过得容易，但自洽的人懂得，嘴是你的，命是我的。接受自己的好与孬，悦纳自己的优与劣，因为这一切都无损于他们的自我价值。但话说，人要懂得自己，悦纳自己，真心不容易。瑞风产乎顿时，明火炽乎暗木，贵珠出乎剑棒，美玉出乎丑仆。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要去哪儿，才会安心接受顿时磨砺之苦，暗木缓灼之至，棒柄成珠之间，剖仆见玉之痛。王一博年纪小，出道早，混过中韩娱乐圈，见过凡无事项，看惯厚黑的人，不信名利场里有璞玉浑金，难免以为他也会随波逐流，活成那个圈子里的人惯常的模样。于是各种预设立场，持流量迷信或流量歧视的滤镜，强化着各自的刻板印象。人红是非多元也正常，
但围绕王一博的是非已不止于多。立场决定观点，要究事，总是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；要断人，也总可以横看成火侧成冰。采访时他不记得拍戏期间生过病，互联网却替他记得手上斑驳的针眼。知他的，懂他神经大条，心底不存事。选择性遗忘，是因为他就是个记吃不记打，记好不记坏，一口糖就抵掉所有苦的人。而不知他的，自然诋毁他立人设，骂他镜头前矫情。综艺里他写错字，一时间讥讽、鄙夷、谩骂、喧嚣尘上。以 this 为荣的人，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刻薄尖酸，却不承认自己放下键盘，也有同款出糗可能。网络时代，偶尔提笔忘字倒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以偏概全的武断与落井下石的阴鸷。人身攻击，在他 Q 错罗西年龄时达到高潮。偶像也有偶像，跨界相吸，体育竞技中的速度与激情，也算追星佳话。不记得偶像年龄，但记得偶像精神与离演员作品更近，离演员生活更远有何不同？只可惜，装睡的人你永远喊不醒。王一博呀，是无法用窘迫思维去狭隘揣测的人。怕黑，怕虫，怕鬼，却不怕挫折、受伤、挑战。一个玩转极限运动的跨界酷盖，却也是可以笑着认怂的坦荡男人。只敢缩在互联网 ID 后猥琐嚼舌的人，与王一博的精神世界，怎可能在同一层面？02因为专注，所以专业生而有趣，尽兴就好。你有没有感受过，用心做某事时心灵的愉悦与充实？全身心投入，不知疲倦，甚至忘记时间的存在，这种忘我与沉浸，就叫专注。目标太多会花眼，到头来一事无成。而专注让我们笃定目标，从而一针捅破天。所以，人生必有吃，而后有成。四平八稳的人不会吃，会吃的，往往都是性情中人。正所谓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私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心猿意马的现代人，帽子戏法般折腾的人生很难单点极致。而吃，本质是一种自我成全的断离舍。但王一博做到了，凭与生俱来的钝感力。敏锐有敏锐的锋芒，钝感有钝感的力量。顺境里，钝感力是镇静剂，它平衡理想与现实，为忘乎所以的亢奋降噪降压。逆境中，钝感力是安慰剂，它安抚伤害与疼痛，为后发制人的逆袭保存实力。钝感力有时也与逆境伤与抗压力很像，只不过比起抗击打的缓冲，它更像一层心灵胎膜，在复杂世间辟出一小天地，蕴养内在自我。所以，人人左右逢源，东成西就，王一博却意外拥有专注一隅的吃，即使有时会因此而表现得木讷、笨拙。专注不是强调一心一意吗？可王一博影视歌舞多栖，文体两抓，遍地开花呀。没错，一心一意很重要，但同时注意力也是有段位、分层次的。打个通俗比喻，倘若人的注意力是相机镜头，那么注意的稳定性就是聚焦。几乎所有高技术含量的工作，都需要稳定的注意力基础。代换到王一博身上，就是舞蹈学习的持之以恒。从13岁开始的舞者生涯，稳扎稳打，绝非走马观花。而注意的广度就是广角镜头，能同时注意到的事物极限，就是注意的广度。所谓熟能生巧，游刃有余，
都在这个论述范畴。王一博实现多期发展，当然与天赋不可分，但注意广角却是支撑他在每个领域都能单点极致的前提。电影蒙太奇分镜比较贴近注意的分配性。所谓注意的分配性，就是同时关注多个不同领域事物，且同时分配注意的能力，即一心多用。常见场景是日常开车，极致状态是左右互搏。而就王一博来说，是多维度竞争力与跨界。最后，注意的转移相当于镜头切换。与注意的涣散不同，这种切换快速而主动，代表注意力的灵活度。看过王一博的影视花絮，就特别能 get 到这一点。出入戏宛如川剧变脸，方法派演员的快速状态切换，着实体现素质，彰显演技。精于物者以物物，精于道者兼物物。专注带来的不只是单一技能的精湛，更是注意力品质提升，并由此打通广义学习任督二脉的一通百通。正如我为武狂，为王一博打开了基于艺术通感的任意门。透过这扇门，他触碰到了更宽广的世界。业务能力是别人拿不走的资本，所以有了任意舞台神的孩子在跳舞的传奇，有了随时随地 battle 王者的艺高胆大，气定神闲。卡梅隆在泰坦尼克里借小李子向世界昭告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， 而王一博在舞台上用肢体气吞山河，值得一句 I come, I see, I conquer。 象牙塔内的学习效能感，考场赛制下的巅峰体验，全都在人生大课堂被找补回来。清静近乎神圣。人生苦短，做任何事不能全情投入，是对生命最大的亵渎。认真的人，总有一瞬虔诚的圣洁，令旁观者不觉朝圣般热泪盈眶。喜欢王一博认真的模样。认真的他，总是叫人有一种宛如在西斯廷教堂见证创造亚当的恍惚。看，生命之火正通过指尖传递给渴望力量的亚当。那一刻，我们仿佛上帝附身，指向亚当的指尖悬着生命和智慧初识，更悬着呵护的仁慈。那一刻，我们也是米开朗基罗，在人类的有限角度瞻仰着生命诞生的伟大，惊叹这原初创造的神迹。原来这就是追星，面对一个我得不到的理想爱人，一个我培养不来的完美传承，一种我没能活出的理想姿态，诚实的接受破碎，然后在破碎处借光而行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